就在此时，中医要破碎，信号要打出的一瞬间，一股庞大的内力不知从何处而来，禁锢慕容烟的几个黑衣人全都飞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一件男子的衣袍稳稳落在了慕容烟身上，将他的身子遮得严严实实。慕容烟蓦然睁眼，就看到椅子上的男人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，此刻正朝他的方向而来。沈燕如今的内力还没恢复，能有这般强悍实力的自当是他的沈木无疑了。男人到了他跟前，先是蹲下身子查看他的伤势，看到他身上那一道道伤痕，眼底涌出了浓厚的戾气。检查完伤势后，确保都是些皮外伤，并未伤及根骨，这才抬眼看他。你出门怎可不带护卫？你可知这些人是？然话音未落，两人身后传来刷刷的破空声，一队训练有素的黑衣护卫整齐地出现在巷口。属下救驾来迟，请主子责罚。谁让你们来的？下去。是。这些杀手是你请来的？你疯了吗？这些人可是星月阁的8星杀手，你怎么能确保你的护卫一定是他们的对手？要是我刚才没有及时醒来，后果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？为何要这么做？你为何要这么做？没人比他更清楚星月阁8星杀手的实力，便是他要同时面对数十个8星杀手都有些吃力。因为我想让你回来，沈墨，我好想你。女人的话如一兜冰水从天而降，男人整个身子僵硬了，心底渗出的凉意几乎将他冰封。将这几日的事前后串联起来，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这是要将他抹杀，让沈木回来，甚至为了刺激沈木回来，他不惜以身犯险，让自己陷入这般危险的境地。可惜让你失望了，燕儿，我不是与你说了吗？你的沈木早就死了，永远也不可能再出现了。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这具身体只可能是我沈燕的，不论生死。说完，连一眼都不再看此刻愣怔在原地的女人，毫不留恋地大步离去。只是还未走出巷口，就忽然呕出一大口鲜血，直直栽倒在了地上，不省人事了。沈燕再次醒来时，看到慕容烟正趴在床边睡着了，她的发丝凌乱，眼睛微肿，应当是哭过了。她下意识抬手，想要将她的一缕发丝捋到耳后，却在还未碰到她的头发时，手顿在了半空中。他守着她是因为沈木，哭也是因为沈木，与他并无半点干系。他收回了手，想翻身背对着他，却发现自己身体虚弱的厉害，竟连简单的翻个身都做不到了。眸中闪过震惊，自己明明……还未等他想明白，他方才的动静已经惊醒了一直守着他的慕容烟。慕容烟坐直身子，关切地看向他：“你终于醒了，要喝水吗？”别白费功夫了，我不是他。我知道你不是他，你要喝水吗？你既知道我不是他，还管我做什么？不管怎么样，你救了我，没让我在外人面前失了名节，谢谢你。你不过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罢了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做什么？又骗不了我。慕容烟深呼吸了一口气，不愿再与他争执。你喝不喝？不喝就算了。我身体动不了，你喂我。慕容烟最终还是小心地将人扶着坐起，亲手将那杯水给他喂了下去，然后又将人扶着躺下，盖好被褥。两人没再说一句话。这些做完后，慕容烟起身要走，在要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沈燕开口了：“他的身体你也不管了？”我还有事，一会儿会有2个丫鬟过来伺候你，你先醒了，有什么事就吩咐他们。说完，不等沈燕说话，他便径直开门离去了。又是夜幕降临，慕容烟独自一人爬到了屋顶上坐着，望着天上的繁星发呆。他现在的身体比之他刚救下他时亏空更甚，应当是前日在巷子里他强行醒来救他，又过度用了内力所致。他努力了这么久，情况反而更糟了。沈木没回来，这具身体也更差了。就是因为担心作息骗不到他，他才动了真格的，真正的请了星月阁的8星杀手来玷污自己，企图在自己遇险的最紧急时刻能将他唤醒。可为什么醒来的还是沈燕？沈木，你是真的消失了吗？还是说因为不在意，所以不愿醒来？
接下来的日子，慕容嫣每日都会去看看沈燕，有时候是在她床边坐上几个时辰，有时候会用那把装有马车轮的椅子推她出去走一走。只是两人每日见面，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的，谁也不与谁说话，便是偶尔说上两句，也总是围绕着用膳吃药以及身体的恢复情况，其余一概事宜，两人都有意识的不去提及。这日从外面散步归来，慕容嫣如往常一般将沈燕从椅子上抱起，仔细将她放在床榻上躺好，正打算离开之际，慕容嫣。慕容嫣身子微僵，这还是沈燕第一次叫她全名。何事？许久没见你笑过了，你笑起来很好看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说完又是扭头欲走。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让他回来。怎么做？怎么样才能让他回来？话音刚落，四目相对，两人都沉默了。沈燕很快垂下了眸子，掩住了眸底的落寞与寂然。果然只有在提到沈墨的时候，他那双漂亮的狐狸眼才是灵动鲜活的。自从那日在巷子里醒过来的是他就再也没看到他笑过了，喜怒哀乐都没有，有的只是一脸的漠然，仿佛他对这世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，照顾他也只是出于对他这具身体的在意。你笑一个，笑一个我就告诉你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不笑啊？那我给你笑一个。慕容嫣已经走向门口，闻言并未回头，只顿了顿脚步，就抬手将门拉开。沈木最在意他的徒儿傅九离，你只需设计暗杀傅九离，让他有性命之危，沈木自然会醒来。慕容嫣却仍旧出了门，甚至脚步加快，或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，连门都忘了关。沈燕的目光收了回来，闭上了眼，静静聆听外面的动静。他果然又去屋顶了。沈燕闭眼冥想，意念逐渐聚焦自己的识海，却始终感受不到体内属于沈墨的那道意识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仍旧十分确定沈墨还在，虽然不知又躲到哪里去了。沈墨，那日在巷子里，他险些遭人玷污，我知道你醒了，以你的实力，分明可以将我取而代之，救他于水火，你为何不出现？一片寂静，无人应声。沈燕无声地笑了，他这些年活得就像个笑话。沈墨，秋儿爱的是沈渊，燕儿爱的是你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得到了这世上最真挚的爱情，为了这所谓的爱情，我不惜违背道德做了很多错事，却原来这世上无人爱我。沈墨，我不想活着了。你小时候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，是我帮了你，我替你扛了过去，你一直对我心怀愧疚，所以你愿意将身体让给我，甚至将你爱的女人也让给我，是吗？依旧无人回应。可是燕儿的心里只有你一人，若是你坚持不醒来，她终其一生再也不会开心了，你当真忍心吗？次日，沈燕躺在床上等了许久，一直到天将暮色，还是没有等到慕容嫣。他人呢？今日怎么没有过来？奴婢不知。沈燕不再追问，只耐心等着。怎奈又是3日一晃而过，她连慕容嫣的影子都没见到。到了第4日太阳将落之时，沈燕看了一眼毫无动静的门，终于将身上藏着的一块暗黑的小圆玉佩捏碎了。1个时辰后，漆黑的夜色中，一道黑影偷摸潜入了沈燕所在的卧房。阁主，朕行在此。将我接走，带着我，你和战月一起刺杀傅九离。慕容嫣已经有5日没去见沈燕了，那个顶着她皇夫的脸，实则又不是皇夫的那个人。她这几日茶饭不思，夜夜失眠，脑中不断跳出沈燕对她说的话。正心乱如麻之时，屋外忽然乱成了一片。慕容嫣心中一跳，快步走到门前，打开了门。陛下，皇夫不见了。
你说什么？谁不见了？沈燕不见了。慕容嫣忽然一把将他推开，就跌跌撞撞往沈燕这些日子住的卧房跑。卧房的门此时大开着，里面空间不大，没有任何可以藏匿人的地方，只需一眼就能确定屋内确实已经空无一人了。何时发现他不见的？方才丫鬟给他送早膳，就发现人已经不在屋里了。昨晚还在，他应该是昨日夜里被人劫走了。昨夜护卫队巡逻未发现异常，是属下之过，请陛下责罚。错不在你，昨夜我也没察觉，劫走他的人必定是高手中的高手了。若是3日后还是没有消息，就明示身份，进宫向北岳帝要人吧。届时北岳帝就是将整个北岳掘地3尺，也得给朕把皇甫找出来，否则就别怪我南疆兵戎相见。是。好在并未用到1日的功夫，慕容嫣就收到了侄儿传来的消息，说人在他那里。离王府，2个男人对坐在石桌两边，两人对视了良久。师父，是我。师父，您这具身体你都知道了。傅九离看着他点了下头。这具身体我早已决意扔给他了，若不是他执意刺杀你，我这次不知怎么回事，在感应到徒儿有性命之危，强行出手救下徒儿后，他竟直接主导了这具身体。岂任他如何要沉睡过去，想把身体的控制权还给沈燕，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。任他怎么暗中呼唤沈燕的名字，也无人搭理他了。但他这次好像不是为了杀我，很奇怪的感觉，好像是……回想了一下1个时辰前两方交战的场景，就好像是他故意要引你出来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也只是猜测。不管怎么样，您如今既然醒来了，还打算消失吗？你如今已经能独当一面了，我也放心了。至于这具身体，是我欠他的。那您欠南疆女皇的呢？您打算如何还她？什么？她来了。沈木的目光顺着傅九离的视线看过去，就看到一个熟悉到了骨子里的美貌女子，疾步匆匆正朝他们这边跑过来。他就像被什么烫到了一般，立刻从石凳上跳了起来，转身就想跑。你站住！沈木只顿了一瞬，就又动了，速度快得跟闪电一般，一溜烟就没了影。待慕容嫣终于跑过来时，石桌旁已经只剩下傅九离一人了。如你所见，人被你吓跑了。他如今是沈木，你的皇夫。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彻底醒过来了。他现在还一心想着将身体送给沈燕，但一时半会儿应该是没找到让沈燕回来的办法。但他好像很怕你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还是说他对你做了什么？慕容嫣最后还是如愿见到了沈木，在他流着泪将与沈木的种种过往，以及在南疆与女儿相依为命的可怜经历悉数讲给傅九离听了之后，傅九离亲自带着他来到了离王府的一处密室，与他说明了密室的门如何打开后，傅九离就先行离开了。傅九离离开密室后，就径直回到了与夫人的住处。院子里几个丫鬟在忙碌着，不见夫人的人影。夫人呢？回9千岁，夫人正午睡呢。您若是有事，奴婢这就去叫醒夫人。别吵她，都别忙活了，回去歇着。说罢，一路几乎脚不沾地，未发出一丝声响，轻手轻脚来到了卧房里。一眼就看到他貌美如花的夫人躺在床榻上睡得正香。傅九离眸中染上笑意，来到了床榻边，也不叫他，就坐在矮凳上盯着夫人看，在心里暗自描画着夫人清丽的睡颜。夫人睡着了，竟也这般好看，怎么都看不够。沈南星近来总是爱犯困，今日更是还没到午时就困得不行了。此番睡饱了，睁开眼睛，竟一眼撞入了男人凝望着他的眼眸里。夫君，抱。这一声夫君叫得傅九离心都酥了，又麻又痒。夫人的话岂有不从之理？他从善如流，将夫人扶起，又将夫人搂入怀中，抱得紧紧的，心里是说不出的满足。尤其是夫人忽然在他怀中抬起脸来，在他下巴上亲了一口后，他便再也按捺不住了。他本想与夫人说说沈木与南疆女皇的事，可也罢，又不及在这一时。傅九离眼眸幽深，低头精准地吻上了夫人娇软的红唇，
夫人双手勾住他的脖颈，热烈回应。吻着吻着，他便抱着夫人滚入了床榻中，帘子打下，再度掀开时，已是1个时辰之后了。夫人累极，又睡了过去。没用的东西，还偏偏爱闹。密室的门被打开后，慕容嫣一眼就看见那个男人在里头。他前脚踏进去，后脚就利落地反手按动机关，关了密室的门，将沈木堵在了密室里。只需看他一眼，无需其他任何证明，他就能够确定这就是他的沈木。你躲呀，你怎么不躲了？本想坚强些，可一开口却是止不住的哽咽。这些年他独自咽下的那些委屈，本没觉得有什么，方才在侄儿面前哭也不过是做戏，为的是让侄儿带他找到沈木。可此刻一看到他忽然就觉得自己这些年受了好多委屈，委屈到眼泪无论如何也止不住，不停地往下掉。你别哭啊！可他不安慰还好，这句安慰的话一说，慕容嫣不仅没好些，反而抱住他放声大哭起来。你怎么了？可是有人欺负你了？谁欺负我了？你不知道吗？沈木心里咯噔一下，脸色瞬间白了。难不成他已经知道他与沈燕的秘密了？也是，徒儿都知道了，他知道也不奇怪。那他如今哭成这样，莫非是知道了此刻他抢走了沈燕的身体，又或者发现了那日是他无耻的占有了他？对不起，我的确不是他，但你别急，我会想办法尽快将身体还给他。还有那一次，对不起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沈木，如今占了沈燕的身体，对不起，秋儿。他记得沈燕说过他的名字叫秋儿。你叫我什么？我不知你的全名，只知沈燕唤你秋儿，是以在这般叫你，是我唐突了。若是你不高兴，那我不叫了。姑娘，我慕容嫣气笑了，眼底隐约有了猜测。她忽然双手捧住了男人的脸庞，迫使他看向自己。沈木，看着我。然沈木的目光仍旧倔强地看向别处。你若是不看我，那我可要亲你了。沈木的心狠狠跳了一下，慌忙拉回视线看他，却未曾想在低头的那一瞬，正巧遇上他踮起脚尖扬起脸来。你看清楚我是谁，我不是沈燕，我知道你是沈木。你知道你还……我亲的就是沈木，我爱的人自始至终都是你，也只有你，沈木。可这些年与你相处的都是他，你还为他生了一双儿女，你也许……为沈燕生了一双儿女的人是你口中的秋儿。啊，可你不就是……我不是。你当初但凡问问我的名字呢？那你……我叫慕容嫣，来自南疆。当年我是为了寻找失踪的侄儿来到北岳，有幸认识了你。那这些日子你和他……密室的门再次打开时，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去，两人相拥而眠，都睡不着。前几日我遇刺，险些被人玷污，你都不出现。傅九离遇有危险，你倒是出现得快。那日我出现了，只是我答应过沈燕，除非傅九离有生命危险，否则我绝不会出现。再就是我那时候以为你与他，所以才没现身，但我一身功力都加持在了沈燕身上了。你是怎么成了傅九离的师傅的？为何他的安危对你这般重要？我的身份想来你已经知道了，我生在南阳侯府，与沈渊是双生子。在北岳这样是不祥的，母亲为了保护我，将我送到了庄子上，但我许是运气不好，遇上了一群恶奴。后来的事你大抵也知道了，我胆小怯懦，于是沈燕出现了，她替我扛下了一切，若是没有她，我想必早就死在了庄子上，所以她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有一次趁着庄子里的人不注意，逃出了庄子。可我也知道，我顶着这样一副与沈渊一样的容貌，
在北岳是待不成的，所以我逃去了西宁。好不容易辗转到了西宁，我身上的钱财早已用光，只能乞讨为生。但我不知道，乞讨也是划地盘的，因占了别的乞丐的地盘，就被他们群殴，险些被打死。就在我奄奄一息，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西宁皇后的车驾路过，她救了我，让我在她身边做个小侍卫，还让她身边最厉害的凤卫首领收我为徒，教我武功。然后呢？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后来西宁皇后遭到陷害被处死，那群人连她年仅4岁的孩儿都不放过，要一把火烧死他们。皇后在危难关头让几个心腹带着孩子先从密道逃了，我与凤卫拼死突围，想要救出皇后，可她说她不想活了，她自刎了。临终前她叮嘱我师父一定要找到那个孩子，护他一生，也不许告诉那个孩子真相，他只想让孩子过自由的生活。师父带着我一路逃跑，却最终被那群人追上了。我们虽然拼死逃出了，可师父身受重伤，临死前将一身功力尽数传给了我，让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孩子。傅九离就是那个孩子。一番话藏在心底，从未与任何人说过，此番倾吐出来，竟神奇地舒坦了许多。这时他竟发现怀中的女子早已泪流满面，自己胸前的衣襟也早已被泪水濡湿。我都没哭呢，你哭什么？你可知道西宁皇后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慕容兰若。话音刚落，他惊愕地看向慕容嫣。她与你？她是我姐姐，我唯一的亲姐姐。傅九离是我侄儿，是我姐姐在这世间唯一的血脉。对不起，我找到他时，他已经入宫了。若我再早半年找到他，他也不至于。但如今他已是这般，手握重权，在北岳又深得北岳帝信任，留在北岳也算是最好的选择了。如今也已经娶亲，就是没法颜面后嗣了。自从成亲后，他就没处理过公务了，全部丢给了冷夜。冷夜自会安排妥当。处理公务哪有陪着夫人好？男人的手又不老实了，钻进了他的衣服里，所过之处引起一阵战栗。傅九离，夫人，我在。手拿出去。沈南星气鼓鼓地瞪着他，这人自从第一次圆房后，就跟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，成日黏在他身边，随时随地耍流氓。哦。傅九离听话地将手拿了出来，只是一双深邃的黑眸中透着委屈，就那样委屈巴巴地看着夫人。沈南星无奈，就是这种眼神，只要他拿这种眼神一看他，他每次都败给他。你今日公务都忙完了？忙完了。你何时做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睡觉的时候。沈南星无语，他一天天的睡那么多觉，在床上的时间比在床下的时间还多，到底是谁害的呀？晚膳时，傅九离亲自给夫人布菜，看着夫人吃饱喝足后，这才将沈牧与沈燕还有南疆女皇之间的事一一对夫人道来。也就是说，沈燕已经消失了，如今那人是沈牧。是，但他似乎还想着要将身体还给沈燕，但如今他应当已经与南疆女皇相认，沈燕怕是没机会回来了。眼见着夫人面上露出急色，傅九离安慰道：夫人别急，岳父的消息也有些眉目了，遇害之地已经找到，我的人还在查探，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找到他的遗体。沈南星轻轻嗯了一声，情绪低落下来。夫人别难过，日后无论发生何事，为父会一直陪着你。夫人，南阳侯府的老花匠找到了。在哪儿？幽冥谷。他如何会去了幽冥谷？是咱们成亲那日，老神医夫妇在府外遇上了他，见他身上旧伤严重，又不会说话，就将他带回幽冥谷了。
老神医夫妇医术高明，或许能治好他身上的陈年旧伤。你若是不放心，咱明日就去看看他。次日一早，两人用过早膳后，就径直去了幽冥谷。文香夫人提前接到信，早早就在门口等着了。原来那个毁容了的老头是你家的花匠啊，想必你平日里待他很好吧？难怪你成亲那日，他躲在离王府外鬼鬼祟祟的，想来是舍不得你出嫁。沈南星抿了抿唇，想起出嫁那日老花匠专程来找他，兄长却让人强行将他送回梅院了。没想到他又偷溜到离王府看他。婶婶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客服带我去见见他。你别急，婶婶这就带你去见他啊。正好这段时日他一直想着法子要逃走，我们又怕他这副模样出去了活不下来，就没让他走。你来了也好，劝劝他就安心留在谷里治伤，等伤好了再回去呀。说起他这伤啊，可真是叫人心疼，脸被毁了，喉咙被烫坏了，体内还有数十种毒素，他曾经恐怕遭受过难以想象的折磨。沈南星听着这些，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哎呦，闺女，你别哭呀，好在他运气好，遇到了我们，他的伤和毒都能治啊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婶婶是什么人呐？不是婶婶吹牛，这天底下呀，就没有婶婶我治不好的病。老神医和傅九离跟在两人后面走着。你个老婆子就会吹牛，明明那个老花匠身上有一味毒，你就不会解。文香夫人捏了捏拳头，深呼吸一口气，不理他。闺女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你放心，那味毒已经解了啊。哎呀，那味毒明明是老……我劝你闭嘴。闭什么嘴？明明那味毒就是老夫解的，老婆子她根本就不会。你想再把文香夫人气走？你可还记得，你为何给自己取名沈南强？我……沈老神医说不出话来了。他当初与聂文香在医道上不打不相识，聂文香总是一副看不上他的样子，他那时候就立誓一定要把聂文香追到手，给他做媳妇，故这个名字取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之意。后来他死皮赖脸追了好久，好不容易两人成亲，结果还没过几天舒坦日子，两人就频繁吵架，然后他就一气之下一走了之了。你若是要真相，你就去跟他争个你死我活；你若是要媳妇儿，那味毒药就是他解的。哎，臭小子，谢了。哎，老婆子，你等等我啊！我想起来了，那味毒确实是你解的，老头子根本就不会。文香夫人带着沈南星一路边走边说，最后来到了后院的一间房前。哎呀，不锁着他就要逃跑，只好出此下策了。一边说着，从腰间取下钥匙开锁，门刚一打开，里面立刻冲出一个蓬头垢面的白发老人，嘴里啊啊地喊着什么，疯疯癫癫就要往外跑。老伯！白发老人猛然止住了脚步，随后慢慢地回过身来，一见到那个熟悉的红衣女子，立刻就激动起来。他忽然快速跑到沈南星身边。老伯，别怕，这里是幽冥谷，沈老神医和文香夫人都是好人，他们这段时日在给你治病呢。我们不用跑，沈老神医夫妇不是坏人，不怕啊。老人警惕地看了看周围另外的三个人，在沈南星的眼神示意下，沈老神医夫妇和傅九离都分别对老人露出了一个友好的笑脸，老人这才渐渐安静下来。老伯，这是我夫君傅九离，他没有恶意的。哼，我就说我是好心给你治病吧，你偏偏不信，还非要逃走。现在能留下来好好治病了吗？老伯，沈老神医和文香夫人医术特别高明，你乖乖留在这里把病治好，然后我们再来接你回去，可好？老人下意识点了点头，却又忽然拍打自己的脸，疯狂摇头，两只手也在跟前乱摆。你是不想治病？你的意思是愿意治病，但不想治脸，是吗？老人连连点头。难怪这些时日里，我们让他泡药浴和吃药，他都还算配合，唯独要他用药膏敷脸，他就拼命挣扎，硬是不许。所以他体内的毒素都解得差不多了，烫坏的嗓子再过半个月也能好得差不多，唯独他这张脸至今还没能上过药。
老伯，你若是肯乖乖服药，假以时日，脸必定能恢复如初。咱们把脸也治好，好吗？没想到这句话一说，老人竟再度变得疯狂起来。他跑回屋里，拿出一个瓷碗往墙上一摔，就将手中剩下的一块碎瓷片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老伯，你做什么？你快把瓷片放下！可他靠近一步，老人就把碎瓷片往肉里刺入一分，鲜红的血瞬间流了下来。你别激动，我不过来了。你不想治脸，咱们就不治了，不治了啊！你快把瓷片放下来，太危险了。老人手中未松，又警惕地看了一眼闻香夫人。哎呀，不治了，不治了，我保证绝对不碰你的脸，可以了吧？想想就生气，多少人求着他去治病，如今却是他上赶着给人治病，人还以死威胁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老人总算是把碎瓷片从脖子上拿了下来。老伯，你就安心在这里治病，等嗓子和毒素都治好了，我就来接你回去。对了，我现在嫁到黎王府了，如今住在黎王府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黎王府生活吗？老人立即摇头又摆手。那你还是想回南阳侯府，去我娘的院子里照顾花草吗？老人点头。好，那我到时候还是来接你回南阳侯府。回去的路上，沈南星若有所思。我总觉得老伯有点奇怪，还有他为何那般抗拒治脸呢？他的脸都伤成那样了。一个好端端的人被人毁容了，不会不想把脸治好，除非他有什么苦衷。你兄长之前不是也毁容了，不愿治疗吗？他说是恢复记忆后，闻香夫人才研制出的药膏，那时候他急着找我，没顾上。而且老伯也太奇怪了，怎么会有人宁愿死也不愿把毁容的脸治好呢？说是有苦衷，能有什么苦衷呢？难道他是不想让人认出他的身份不能让人知道？别想了，若是想知道缘由，不妨亲自问他，左右他的嗓子，半个月后就能大好。城北庭院里，沈木与慕容嫣过了数日如胶似漆的日子，夜夜缠绵。每当慕容嫣在他怀中沉沉睡去，沈木就会刻意进入冥想状态，在识海中寻找沈燕的存在。但无论他如何努力寻找，终是没有丝毫结果。他在体内竟感受不到任何有关沈燕的气息，就仿佛沈燕此人从未出现过。这些年就像是他一场神奇的梦境一般。嫣儿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谁让你不专心？你是不是嫌弃我年岁大了，不如年轻女子那般惹人怜爱了？怎么会呢？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好的女子，任谁也无法比拟。那你这几日怎么总是走神？嫣儿，这具身体我早晚得还给沈燕。你又不要我了是吗？沈木，你又要抛下我是不是？嫣儿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。沈木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凭什么？以前就是这样，你欺负了我之后说都不说一声，就擅自将身体让给了沈燕，让我眼睁睁看着你跟别的女人亲热。你知道我那时候有多痛苦吗？我痛得恨不得死去。若不是10年整个南疆，我早就死了。嫣儿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我……可你现在知道。嫣儿，你别这样。所以，当初你抛下了我，如今你又要抛下我和我们的女儿是吗？女儿？是啊，我们有个女儿，她叫芊芊，已经快10岁了，还从未见过她的父亲。她自小就被人嘲笑，同龄的孩子都不跟她玩，说她是个没有父亲的野种，所以她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玩。这次我来北岳找你，她以那般小的年岁独自管理整个南疆，她说她能行，南疆有她在，叫我放心去找她爹，叮嘱我一定要将她爹找回去。看来她又要失望了，她爹根本不想要她，她注定这一辈子都是个没爹的孩子了。芊芊，嫣儿，对不起。娘都是胡说八道的，这都是权宜之下，一切都是为了把你爹拐回南疆去。等男人哭得差不多了，慕容嫣拍了拍他的肩。别哭了，这事儿也不是无解，或许沈燕她自己不想回来了呢。沈木一愣，呆呆地看着他。你看这几日她不是都没出现吗？你感受一下，体内还有她的气息吗？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，
他肯定就是自己不想回来了。不会，他对这具身体执念很深的，一直很想独掌这具身体，怎么可能自己不想回来？说到这里，他忽然想起徒儿对他说的那句话。徒儿说这次沈燕刺杀他是刻意为了引自己出来，怎会如此？听说他最爱的女人背叛了他，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秋儿。怎么会？他们不是很恩爱吗？他还为了他……听说那个秋儿心里真正喜欢的人是沈渊，这么多年都是把他当替身的。他许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不想活了吧？你刚说他还为他做什么了？沈木顿了下，不知该不该说。他为了那个秋儿杀了沈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不止我，小九也知道啊，还有南阳侯府的人全都知道了。哦，不对，南阳侯应该不知道，小辈们定然还瞒着他。你可知沈渊的遗体在什么地方？小九在四处找呢，想来是南阳侯府知道真相了，想给他正式立碑祭拜。见沈木不说话，慕容嫣有些着急。你快说呀，你若是知道的话，也算是帮了小九大忙了。他没死。你说什么？沈渊没死，我救了他。沈燕杀沈渊的时候，或许是因为血脉影响，我醒了。那时候沈燕为了让那个女人过上好日子，决意冒充沈渊进入南阳侯府。他担心杀死沈渊后尸体被认出，就用刀划花了他的脸，又用烙铁将他的脸烙得面目全非，还强迫他吞了烧红的炭，烫坏了嗓子，又给他下了数十种各式各样的毒药。我能感受到沈燕的怨气，他觉得他这些年的苦难都是沈渊造成的，所以刻意折磨他。我当时很痛苦，很纠结，但我最终没有出手，只是旁观了这一切。因为我答应了沈燕，这具身体给了他，我就该永远的沉睡下去，我不能出尔反尔。然后呢？然后在沈燕最后要一刀将沈渊割喉时，他收到了星月阁的紧急讯号，匆忙离开了，只在临走前一脚将沈渊踹进了悬崖。后来等到深夜沈燕睡着之后，我偷偷醒来，去悬崖下找到了沈渊。沈渊没死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我明日就传信给小九。哦，对了，你还记得那户农家位置所在吗？记得很清楚。沈木点了点头，将当年托付沈渊的那户农家的地址详细告诉了慕容嫣。燕儿，若是沈燕还是想回来，我们南疆有个活了几百年的老巫师，你这种情况他曾见过，有一定的了解。他现在已经在往我们这里来了，大概3日之内可达，到时候让老巫师给你看看再说，或许有2全其美之法也未可知。这几日别多想了，好好做你自己，好吗？好。燕儿，咱们的女儿是什么样的？长得像你还是像我？她可有喜欢的东西？咱们的女儿啊，结合了我们2人的优点，是南疆最美的小姑娘，眼睛像我，鼻子和嘴巴像你。她平日里最喜欢与朋友们一起踢球踢毽子，还喜欢外出狩猎。沈木想象着女儿的模样，唇角忍不住的勾起，但听着听着又觉有些不对劲。你不是说女儿没有朋友，都是自己一个人玩吗？怎么，见不得你女儿好是吧？你巴不得没人跟她玩是吧？沈木一愣，慕容嫣又道：“你知道错了没有？”燕儿，我错了。次日，傅九离收到消息之后，立即亲自去了一趟慕容嫣心中所说的地址。未曾想，那户人家早已搬走，村子里的人倒是知道一点消息。说那个毁了容的丑八怪只在村子里待了1晚，第2日醒来就失踪了。那户人家怕有人来要回银子，连夜举家搬走了，一无所获。打马回城的路上，傅九离脑海中疏忽闪过了南阳侯府老花匠的脸。那个老花匠不也是脸毁容了，嗓子哑了吗？文香夫人说他体内有数十种毒素，他心中一跳，这不都对上了吗？想到此，傅九离一抖马缰，加快速度赶回离王府，带着夫人又叫上沈明一起，3人一同赶去了幽冥谷。哥，你说那个老花匠会是爹吗？我认为有很大的可能，毁容、生哑、中毒，除了这3样全对上了以外，夏荷说过，
他是自己跑进侯府，去到娘身边的。再结合你说的，他明明很关心你，却不愿距离王府生活，还要回到梅院。但实际上，娘对他也只是当个普通的下人，他为何还要守在梅院？除了他是爹，对娘情根深重以外，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。倘若他真的是爹，他这些年受了多少苦啊，还要眼睁睁看着娘为了一个冒牌货憔悴成那样，看着娘与我们兄妹局域，他又还说不出话来。他的手是好的，可以写字，但他并未向我们任何一个人传递任何信息，足以说明他是自愿隐藏身份的。可能是因为他被毁了容貌和声音自卑，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沈燕，又或者两者都有。是为了保护沈燕，爹的脸明明可以治好，可他宁死也不愿治脸。不是为了帮沈燕隐藏身份，又是什么？还不能确认老花匠就是爹。等到了幽冥谷，他就是爹。我第一次在梅院见到他，就有种莫名的亲切感。原来他是我爹。很快就会好起来。南疆女皇这次定会把沈木带回南疆，以后岳父便可以恢复身份，堂堂正正活着了。三人一并来到幽冥谷时，文香夫人高兴坏了，眼角眉梢都是笑意。快快进去，你们今日怎么有空一起来看我老婆子了？哎呦，明小子，你的脸真是彻底好了呀！婶婶就说嘛，我们明小子一旦脸好了，那必定是名动天下的美男子。瞧瞧这眉毛，这眼睛，真俊呐！沈明眼见着沈老神医一张老脸几乎黑透，连忙咳嗽两声。婶婶，我们今日来是找老花匠的，比较急，您能现在就带我们去找他吗？哎呦，好，婶婶现在就带你们过去啊！一边走一边絮絮叨叨。他这几日啊，终于肯配合治疗了，身子骨眼看着就健朗了许多，嗓子虽未好全，但已经能说几句简单的字词了。就是他这个脸呢，不让碰，若是肯治，保管他恢复的与原来无甚差别。可他偏偏就是不肯。一行人来到了后院门口，文香夫人才止住了话头。喏，瞧，那不就是那老花匠吗？他如今身子骨好些了，就去侍弄花草了。沈南星看着那正端着一盆绿植的白发老人，眼眶顿时热了。爹！白发老人显然怔住了，看见来人后，他神色慌乱，急忙放下绿植，连连摆手。不！沈南星再也忍不住了，冲过去一把就抱住了老人。爹！老花匠两只手张着搁在空中，慌得没办法，却任由沈南星抱住自己，又急得在喉咙里啊啊地叫着。傅九离走上前来，扶住沈南星的肩。夫人别急，慢慢来，你先放开他，别把人吓着了。沈南星这才放开了紧紧抱着老花匠的手。傅九离将夫人抱进怀里亲后，抽空看了一眼沈明，意思是你来。老伯，我和舍妹有些话想单独跟您说，咱们进屋去好吗？白发老人怔了下，眼中闪过犹豫，又看了一眼哭得泣不成声的沈南星，终是点了点头。沈明扶着老花匠进了屋，傅九离将沈南星送到门口。进去吧，别着急，慢慢说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沈南星看了他一眼，微微点了点头，也跟了进去。沈南星与兄长对视一眼后，沈明便看着老花匠率先开口道：老伯，我给您讲个故事吧。老花匠一怔，喉咙里啊了一声，便不再作声。从前有一对兄妹，他们出生于显贵之家，锦衣玉食，生活富足，一切都很好。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们的父亲不爱他们，也不爱他们的母亲。他们一直听话乖巧，很努力地读书习武，以为只要自己表现得足够优秀，就能得到父亲的疼爱。可没想到，无论他们如何努力，父亲仍旧对他们很冷漠，甚至他们的母亲因为得不到父亲的爱，日渐消瘦，性子也变得易暴易怒，渐渐也对他们不喜了。直到后来，他们的父亲带回了一个女人和2个孩子，兄妹俩才明白父亲一直以来不喜欢他们的缘由何在。自此，兄妹俩只能日日看着父亲在他的另一个家里享受天伦之乐，而他们只能躲在一旁偷偷看着，偷偷哭泣。后来，父亲的小家容不下兄妹俩的存在了，便设计要杀了兄妹俩，
幸好那兄妹俩命大，都活了下来。只是一个被迫女扮男装，驰骋沙场多年，一个失忆毁容，10年后才恢复记忆得以回家。而兄妹俩的母亲，经过这些年的郁闷搓磨，如今行小鼓励，早已失去了自我。幸也不幸之事，那兄妹俩发现了自己叫了多年的父亲，原来并非他们的生父。老婆，您说，若是他们的亲生父亲，还会如此对待他们吗？老花匠早已泪流满面，此刻衣袖遮面，肩膀不停地颤抖着，喉咙中发出嘶哑的呜咽。那兄妹俩没有享受过一天亲生父亲带来的温暖，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他们的亲生父亲。他们的父亲名唤沈渊，是南阳侯府沈老侯爷最爱的儿子，也是侯府主母许鸾的命，也是那兄妹俩的信仰和执念。老伯，你说那兄妹俩的亲生父亲是不是不想要他们了，所以才这么多年迟迟不肯出现？老花匠一颗雪白的头颅连连摇晃着，沟壑纵横的老脸上渗着浑浊的泪痕，喉咙里发出浑沦又沙哑的咕噜声，情绪看着很是激动。你是说他们的父亲不会不要他们，是吗？老花匠重重的点头，眼中又有泪花沁出。沈南星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扑过去一把抱住老花匠。爹，你是我爹吗？老花匠浑身僵硬了，他颤颤巍巍抬起枯瘦的右手，下意识想放在沈南星的背上轻拍。爹。人话音刚落，老花匠忽然站起身，用力推开了沈南星。爹，您干什么？老花匠却疯了一般，操起桌上的茶壶茶杯，一股脑往兄妹二人身上摔，眼神凶狠，喉咙里不时地发出听不清的狂躁之声。沈明搂着妹妹东躲西藏，才没被那些东西砸到身上。待桌上的东西摔完，老花匠手中没东西可摔时，兄妹俩才堪堪停下了躲藏的步伐。我是爹。你就是老伯，你别生气，是我们兄妹俩认错人了，抱歉。说完就强行带着妹妹离开了这间屋子。到了门外，沈明才放开了妹妹。他就是爹，他就是爹，我们没有认错。傅九离见此，忙上前将沈南星抱在怀里安抚。夫人别急，先听听兄长怎么说。老头子，你进去看看。沈老神医神色凝重，见此情景立即进了屋。这些时日，老头子跟他还能说上几句话，里面有老头子在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沈明冲文香夫人点了点头，又看向沈南星。我们换个地方说。几人很快换到了前院的僻静处。我们没认错，他确实是爹，但你先冷静一下，听我说。从后院过来的这一路，沈南星情绪已经稍稍平复了一些。此时听到兄长如此说，便红着眼点了点头。他是爹，这从他方才的反应就已经可以完全确定了。且他对我们并非不在意，而是他又不能承认身份的苦衷。是因为沈燕？是的，但我们刚刚证实他是爹，太过激动了，忽视了这一点。爹隐藏在侯府多年，宁愿做个花匠，在梅院打理花草，也不愿意承认身份。他的心结不除，是不会承认他的真实身份的。祖父说过，爹向来心地善良，爹一定是知道了沈燕的存在后，觉得是自己的存在让沈燕受了这么多苦，他觉得自己愧对于他，所以哪怕被沈燕害成这样，他也不愿承认自己的身份。他想让沈燕堂堂正正的活着，所以宁愿自己受委屈，可他又放心不下我们，所以潜入侯府做个花匠，偷偷关心着我们，却又不能相认。这番话说完，众人都沉默了。沈燕已然消失了，现下唯一的办法是让沈木亲自来与岳父说，只要沈木愿意跟南疆女皇回南疆，岳父自可以恢复身份。只是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此时我去周旋，定要将沈木带到幽冥谷来。几人来的本就不算早，这一番折腾后，夕阳已然卧在了山头，天快黑了。我去找沈木，你与兄长不妨在此住上2天。好，我与妹妹守在这里，以防有什么变故。
祖父那边我给他传信即可。商议妥当后，傅九离当即将骏马从马车上卸下，快马加鞭离开了幽冥谷。2日后的午时，傅九离带着沈木与慕容嫣回到了幽冥谷。在沈老神医的安排下，沈木独自与老花匠见了面，两人在屋子里关了许久，那道门彻夜没有打开。在此期间，慕容嫣也与沈南星兄妹俩背细说了这2日发生的事。先是老巫师来了，仔细探查过沈木的身体数次，告诉他们沈木的身体里已经没有第2道意识了。究其根本来说，沈燕的存在其实是沈木本体的一个执念，执念一旦没了，那道意识自然也就彻底消散了。沈木本来不信，但没过多久，沈木收到了星月阁的9星杀手占星送来的一封信。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他是星月阁的阁主。那个叫占星的9星杀手说，阁主交给他了一封信，让他7日之后返还给阁主。所以其实那封信是沈燕专程写给沈木的，信中写了什么他没告诉我，我也没问。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封信让他释怀了。他看过信以后，同意跟我回南疆与女儿团聚，所以以后沈渊可以拿回属于他的身份，不用再顾忌什么了。一体双魂之事确实匪夷所思，他曾对你们家造成了伤害，我替他道歉，故在此与你们一诺。日后你们若有任何需要我南疆帮助的地方，我南疆绝无推辞。女皇客气了，此事责任不全在他，侯府也有责任。你们能如此想，乃皇父知县。屋内，沈木与沈渊彻夜长谈后，两人都是热泪盈眶了。其实沈燕本性不坏的，我们从小就羡慕你，还偷偷去看过你几次。我们后来有实力了，创建了星月阁。你知道为什么叫星月阁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偷听到你有一次说，若是此生有幸娶到了鸾儿，你与他日后生的孩子，若是男孩就叫月，若是女孩就叫星，取的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明月星辰之意。你可还记得？沈渊今夜数不清多少次热泪盈眶了。是我对不起你。要说对不起，那也是我对不起你。那时候我与沈烨约定，星月阁日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南阳侯府所有人，让你们都好好的。可自从沈烨被王夏秋那个女人蒙骗，他就彻底变了，为了那个女人什么事都做得出，甚至把你……我不怪他。其实沈烨也是我呀，是我无法承受庄子上那些恶仆无端加诸在我身上的痛苦，这才分化出了沈烨，把坏情绪都给了他，让他替我承受一切。从他出现的那一刻起，感受到的就都是恶意，从来没有人爱过他，他太缺爱了。所以王夏秋那个女人对他表露了一点点虚情假意，就把他拿捏得死死的，让他什么都愿意为他做。这份虚情假意也是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。当这份虚情假意收回了，他没了信念，也就彻底消散了。我看到了他留给我的信后，昨夜我接收到了属于他的全部记忆，所以其实他也是我们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。所以沈木看着沈渊那被毁得彻底，已经完全看不出本来面目的脸。你身上那些伤害都是我造成的，除此之外，我曾为了那个虚情假意的女人险些杀了你的一双儿女，还有你夫人，你曾经做梦都想娶回家的女人。她以为我是你，这些年受了很大的伤害，如今郁郁寡欢。还有你父亲，我占了你的身份，却从未替你尽过一丝孝道，一直在气他，败坏侯府门风，让他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对不起，大哥。我不怪你，是我害了你，小弟。听到这声小弟，沈木猛地抱住了沈渊，两人抱头痛哭。大哭一场后，待情绪慢慢平静下来，沈木抹了抹泪，将沈渊扶起。这一切都是造化弄人，如今再去追究谁对谁错，
已然没有了意义。大哥，今日与我一同来的那个女人，你看到了吗？她叫慕容嫣，是南疆的女皇，也是我心爱之人。她还为我生了个女儿，叫芊芊。她们母女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我已决意要随她回南疆了，日后应当都不会再回北岳。大哥，你也该回侯府了，用你自己的身份。父亲，大哥，父亲若是知道了我的存在，必然也会知道你和我这些年的遭遇。父亲已经年迈了，何必再让他遭受着无端的刺激？且我与他也相处了这么些年了，从未让他高兴过，还是不见了。要见。小弟也是父亲的血脉，父亲该当知晓。大哥，我意已决。大哥，我若回去见了父亲，此事难免不透露。且侯府双生子之事，一旦让心怀不轨之人知晓，侯府即刻就会面临灭顶之灾。你想想南星和北岳，这两个孩子受了不少苦，你忍心让他们再无端受到牵连吗？沈渊眼中滚出浑浊的泪。大哥，我现在很好，你也该回侯府了。嫂子还有2个孩子都等你许多年了。我听说文香夫人可以治好你脸上的伤痕，九黎都跟我说了，你之前不愿治脸是为了我吧？日后你就安心待在幽冥谷，把脸治好，别让2个孩子再为你操心了，好吗？沈墨苦口婆心劝了许久，沈渊终于点了头。一直到次日4时，门才从里面被打开。门一开，院中4双眼睛立即齐刷刷看了过去。夫君。沈墨反握住他的手，轻点了点头，表示一切都好。接着就拉着慕容嫣出去了，将空间留给了沈渊和沈南星兄妹几人。沈南星眼中闪烁着泪光，却不敢再如昨日那般莽撞，只有被傅九黎紧紧握在手心的手微微颤抖着。南星，过来。沈南星蓄在眼中的泪水疏忽砸下，立即松开了傅九黎的手，就朝沈渊冲了过去，一头扎进了老人怀中。爹，爹，岳父。沈渊冷着脸不理他，连眼神都没给他一个。傅九黎也不恼，只安静地守在父子3人身旁。待父子3人说了许久的话，激动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，他才插嘴道：岳父，你也许久未进食了，幽冥谷在正厅备好了午膳，咱们过去吧。然沈渊不仅没搭理他，甚至还将脑袋往另一侧偏了偏。夫人。爹。沈渊神色微微松动，但还是没看傅九黎一眼。走。明儿、南星，快扶你们爹坐下。沈渊此时已经知晓，正是眼前的文香夫人救了自己的宝贝儿子。谢谢。文香夫人一听便知沈渊谢的是何事，顿时眉开眼笑。沈大人不必言谢，明儿这孩子乖巧又孝顺，老身当年捡到他呀，是老身的福气。你的嗓子呀，基本已经恢复了，只是太久不说话，有些生疏罢了。只要勤加练习，再过些时日就能与常人无异了。多谢夫人。哎呀，不用谢，日后让明儿和南星无事时多来看看我老婆子，就算是谢了。老身可真稀罕这2个孩子。见沈渊又要说话，哎呀，听你说话听得着急，快坐下先用膳吧，大家伙都饿了。沈渊这才没再说什么，在儿女的搀扶下入了座。他入座以后，众人也都纷纷落了座。饭桌上，众人一边用膳，一边谈论着这些年发生的一桩桩事，感慨唏嘘不断。沈剑是齐了，太太说双胎，沈墨和沈渊是这样，南星和北岳也是这样。好在南星和北岳是龙凤胎，不是双生子。不过我祖父那代倒是只有我祖父一人，我曾祖父只有我祖父一个儿子。那倒是，就是不知道后面怎么忽然就变了。大家伙儿多吃点菜啊，这些青菜都是老身自己种的，肉菜呢都是老头子亲自养的，新鲜着呢。尤其是这鱼，那可是老头子亲手做的鱼食，味大的，肉质鲜嫩，快尝尝看。夫人，这道鱼是为夫亲自从幽冥谷的池子里打捞的，味道鲜美，夫人尝尝。沈南星笑着冲他点了下头。
心情愉悦的将这块鱼夹起就要往嘴里喂。可没想到才刚靠近唇边，闻到那个气味，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起来。他立刻放下筷子，捂住嘴，站起身来就往外跑。夫人，傅九离神色一变，急忙起身跟了出去。南星，南星你怎么了？沈明也跟了出去。文香夫人，请您替我夫人看看，她好端端的怎么忽然就吐了呢？文香夫人急忙走了过来，伸手给沈南星把脉。他凝神把了片刻，面上先是一喜，而后又变得复杂起来，看了一眼傅九离，没说话。我夫人这是怎么了？这……文香夫人，我夫人是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吗？很难治吗？夫君，你别急，我没事，我现在没有哪里不舒服。沈明看着妹妹，心底大概有了猜测，只是若真是如此，此事便事关重大，当下该如何应对才最好？行，你文香夫人，您快说呀！我夫人到底怎么了？无论需要什么药材，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给你找来，只求您治好她。沈老神医见老婆子支支吾吾的，就是不说清楚，顿时也着急了，三两步抢步来到沈南星身边，将两指搭上了他另一只手腕。哎，南星这是有孕了。老婆子，你医术退步了呀？怎么连这么简单的喜脉都把不出来了？话落，沈老神医才发现众人都沉默了。沈南星虽有所预感，可这会儿得到确认，还是震惊的瞪大了双眸。我不是泡了寒池，然后……你还记得你上回来谷里，我和老婆子给你的那一包药吗？里面的补药你可吃了？吃了。难道……哎，那是老婆子研制的补药，对女子有大补功效。你吃了之后，之前泡寒池的毛病自然就没了。沈南星此刻心中又惊又喜，又有担忧。他下意识抬眸看向傅九离，沈渊忽然闯了过来，一脚迈进夫妇俩中间。合理。爹，您在说什么呀？岳父可是担忧南星的处境。不瞒岳父，小婿迎娶南星后，就已计划辞官，这段时日都在部署相关的安排，目前已经基本安排妥当。本来计划10日后再与陛下说及此事，但如今南星有孕，小婿打算将计划提前，明日一早就进宫辞官，带南星离开。南星的安危，还请岳父放心，小婿会拿命护他。只要小婿还活着，就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丁点伤害。至于合理，岳父，此事绝无可能。孩子，我爹以为孩子不是你的，怕你欺负我妹妹，所以才让你们和离。爹，是吗？沈渊一怔，点了点头。傅九离，你自己解释吧。傅九离沉默了片刻，目光扫了一眼众人后，还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了出来。只是说辞中只说是娘给他净的身，并未提及乳娘一说。毕竟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，他西宁二皇子的身份还不宜暴露。小九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一旦傅九离的假换身份暴露，北岳帝绝不会放过他，南星也必定会被牵连。纵使辞官，他们又能逃到哪儿去呢？小九，去南疆如何？少信了南疆劲敌，那北岳帝便是知道了真相，也无法奈何你们。慕容嫣对傅九离的亲昵，众人只当是因为傅九离是沈墨徒儿的缘故，并未多想。毕竟沈墨早先便说了，自己早些年与傅九离一见如故，便收了他为徒。大哥，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。到了南疆，有我和嫣儿在，你女儿女婿还有小外孙，我们定给你照顾得好好的。是啊，大哥，你以后若是想他们了，也能来南疆看他们，或者干脆你们全家一起迁到南疆好了。我们南疆除了天气没北岳干爽舒适，比北岳也不差了。去了南疆，我给你们封公爵。沈渊目光沉了沉，一颗雪白的头颅摇了摇，拒绝了。没人比他更清楚，他的父亲沈老侯爷守护北岳多年，对北岳以及北岳的百姓有多么强烈的感情。带他走。小婿在此，谢过岳父。沈渊却连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，目光移到了沈明身上。北岳，爹，你去。爹你放心，此番我会与妹妹妹夫同去，确保他们的安全。沈渊又扫了一眼众人，目光分外凝重。大哥您放心，小九的秘密我们绝不会往外透露半个字。大哥您放心，我与嫣儿必定严守秘密。
沈渊的目光又落在沈老神医夫妇身上。你看老头子做什么？这事老头子早就知道，何曾对外说过？早就知道？老头子当然早就知道了。老头子当年第一次救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你小子不会自己不知道吧？看傅九离的表情一怔，沈老神医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大秘密。哦，怪不得你当初带南星丫头来我这儿，要让她跑。我自是知道。好了，九离明日要辞官，今日定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沈渊决定留在幽冥谷治好了脸，再回南阳侯府。与他告别后，沈南星夫妇与沈明还有沈木与慕容嫣一并回了京城。在回离王府的马车上，傅九离将夫人搂在怀中，夫人已经累极沉沉睡去了。一路上他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落在夫人小腹，那里还是平平的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怀孕了，这里面竟然藏着他与夫人的孩子。想到那个小家伙日后会叫他爹，喊夫人娘，傅九离眸光柔和，唇角勾起笑意。就是不知会是个臭小子，还是和夫人一般乖巧漂亮的宝贝闺女。马车停在了离王府大门口，傅九离将睡得正香的夫人大横抱起，稳稳地走了进去。冷风，随着一道破空声，冷月半跪在地上。主子，冷风呢？冷风先前说有急事要处理，申时就离开了。下去吧。然后抱着夫人继续往卧房里去。难怪夫人这段时日总爱犯困，原来是有了他的孩子，他竟还那般折腾他。夫人，辛苦了。安顿好夫人后，傅九离来到书房，提笔在一张空白宣纸上写了起来。辞官书，里面背细列明了所有重要的未尽事宜的当下进度以及后续安排，最后又说明了自己一心只想与夫人过闲云野鹤的生活，故请求辞官归隐，恳请陛下同意。仔细检查过后，傅九离搁下了笔。这些年承蒙陛下与六皇子看重，赋予重权，给予信任。他虽早知自己西宁二皇子的身份，也未曾想过要离开北岳。一来北岳是他所在所葬之地，他舍不得离开；二来他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太监，然时也是也，他不能让夫人承受哪怕一丁点风险，更何况他们如今又还有了孩子，北岳就更不能留了。冷夜，主子，在京城的凤卫已经全数聚齐，由修罗统领，在城外10里山岗随时等候号令，暗卫也已全部召回。所有暗卫均在府中吗？是，属下已清点3次，所有暗卫都在府中，除了冷风还没有回来。冷月说他去处理要事了，这个时候想必也快回来了。他是申时离开的，那时我与夫人在何处？在去京郊庭院的路上。冷夜的额头上顿时渗出了冷汗。不会的，主子，这定然是个巧合，冷风都不可能。他手上并无要紧急务，当得他在守卫之时擅自离开，提前行动。是。夜半，城内街道上除了打更的人一片沉寂。忽然长街上响起了沉雷般的脚步声，一队长长的部族手持火把照亮了京城的半边天。在队伍最前方领队的是兵部侍郎石磊。在距离离王府还有3里路时，石磊抬手示意队伍停了下来。一会儿到了离王府，就立即将整个府邸全部包围，连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石磊再次抬手往前一挥，部族再度整齐地跑动起来。兵部侍郎石磊奉命缉拿当朝离王傅九离，开门。府中全然没有动静，石磊又叩了一次门，将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，却依旧无人应声。石大人，直接破门吧。依属下看，这傅九离定是已知罪孽深重，在劫难逃，早已吓破了胆了，不敢开门。休得胡言！陛下还未定罪，岂容你等在此胡说八道，构陷当朝王爷？石大人说的对，是属下一时失言。石磊并未理会他，凝神听了片刻，府中确实毫无动静。破门！他身后的百人队立刻冲了上来，用蛮力将大门破开。走！皇宫，谢恒睡得正香，被小柱子喊醒，不耐烦地坐起身来。哎，小柱子，你能不能别吵？有什么事等本皇子睡醒了再说，不行吗？哎呦，我的小主子，出了天大的事了！最好是天大的事，否则本皇子定要罚你站，知道吗？许太傅都说了，
本皇子还在长身体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。9000岁出事了？什么？谢恒一跃而起，睡意全无。狄王怎么会出事呢？他那么厉害，在北越除了父皇，谁能欺负得了他呀？向来都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儿。你是不是在骗我呢？这种事可不行开玩笑啊！唉，正是陛下要杀他呀！此刻怕是大军已经将离王府包围了。为何？父皇为何要杀他？他为北越做了那么多贡献，父皇是老糊涂了吗？9000岁他不是太监。什么？那多好的事啊！那他就可以和南星姐姐生小宝宝了。哎呀，9000岁犯了欺君之罪。谢恒兴奋的神色顿时愣住了。是啊，离王不是宦官，却做到了宦官的最高位置，手握重权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欺君之罪姑且不论，以父皇那般重的猜忌心，离王只怕是凶多吉少。走，去找父皇。御书房内灯火通明，谢恒被贵公公抬臂挡在了门外。陛下正在处理国事，吩咐了不见任何人。六皇子请回吧。谢恒用力将贵公公推开，强行就要往里闯。拦下他！两名甲士从天而降，电光火石间，2把剑架在了谢恒的脖子上。放肆！我可是当今六皇子，你们竟敢如此对我！六皇子得罪了。你个狗奴才！父皇，儿臣找您有急事，您的奴才不让我进去。父皇，父皇，儿臣有事跟您说。父皇！御书房内的北越帝不堪其扰，让他进来。是陛下。贵公公应了一声，又俯身对谢恒道：六皇子，陛下请您进去。谢恒冷哼一声，对着贵公公翻了个白眼，抬脚就往里走。父皇，儿臣听说您要杀李我，是真的吗？哼，你听谁说的？这不重要。父皇，您能不能不要杀李我？您若是生气他骗了你，您可以罚他的俸禄啊，或者撤职也行。您就别杀他了，行吗？北越帝没说话，抬手就向谢恒抛出一物。你自己看。谢恒将东西接过，仔细一看，是兵部侍郎石磊传来的密信。待看清上面写的内容后，他顿时惊愕了。李王的逃走了。哼，朕还没拿他怎么着，他就已经畏罪潜逃了。他对朕可曾有一丝信任？你还替他求情？父皇，若是他没逃走，您会放过他吗？北越帝没有说话。谢恒皱了皱眉，眼眶渐渐红了。李王就是因为了解您，知道您绝对不会放过他，所以他才逃跑的。他一直在利用我们父子俩，一步步走到如今的高位，朕难道该放过他吗？可他当初根本不知道自己不是太监，怎么可能是在利用我们？谢恒，你真相信有人那么蠢？谢恒嘴唇颤了颤，终是没有发出声音。他想为离王辩解，可这实在是太牵强了。傅九离从入宫开始就在步步为营，他如今在北越能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权势滔天。父皇之所以给他这么大的权力，都是基于他是一个阉人的基础上。恒儿，你可知，若是父皇没有发现他的这个秘密，他又拥有这般大的权势，一旦父皇老去，他哪怕有一丝歹心，我北越极有可能就要覆灭，你懂吗？可他入宫10年，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，他还救了儿臣的命，他对北越有功无过。父皇，他如今既已逃了，咱们就放他一马，行吗？恒儿，作为一国帝王，执掌国家公器，绝不可心慈手软。尤其是这种关乎国家存亡的威胁，必须要斩草除根。可是父皇，他没有做过任何谋逆之事，他这些年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。恒儿，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明白，大人不仁。父皇，谢恒还想说什么，北越帝疲惫地摆了摆手。回去吧。谢恒不想走，北越帝换来2个小内侍，将六皇子带回去好好休息，这段时日就安心读书吧。这就是要禁足的意思了。看着儿子被架走，北越帝又叹了口气，在原地站了片刻后，他回到了书案后坐下。冷风。屏风后一道黑影闪出，立于案前。接着说。他们本来计划逃去南疆，但傅九离一向聪明，既然已经连夜逃走，便说明他已经知晓了属下出卖了他，那他们就很可能会改变路线，不去南疆了。按你的推测，他们有可能改道去哪里？东来他们应当不会去，
虽说沈明曾在东莱为相，深受东莱皇帝信任，但沈明也帮着北越夺了东莱10座城池。东莱吃了这么大的闷亏，他们若是去了东莱，不是羊入虎口吗？而西宁自从在北越丢了2皇子，就一直对北越存有敌意。傅九黎作为北越权倾朝野的9000岁，一旦去了他们的地盘，很难不受牵连。所以他们去南疆是最好的选择，但计划既已败露，保支援计划是傻瓜行为，傅九黎肯定不会干。那么他只能在东莱和西宁选一个去，端看他如何考虑了。你分析了半天，就说了这么一堆废话。属下愚钝，请陛下恕罪。还有什么情报？傅九黎的暗卫在营地统一受过严酷的训练，考核合格之后才能出营，能力十分强悍。若是仅凭10大人带的2000护卫军，奈何不了他们。属下清楚所有暗卫核心成员的弱点，请陛下派给属下2000黑甲卫。旬日内，属下定将傅九黎和沈南星缉拿归案。朕给你5000黑甲卫，若是你任务失败，诛9族。1个时辰后，冷风才从御书房出来，趁着夜色，一个闪身就消失在了绵延的屋顶中。一路疾行，还未出宫，前方却被一道黑影截住了路。冷风，竟然真的是你！你为何要背叛主子？让开！不让！你不说清楚，休想离开！我本就是陛下的人，谈何背叛？好啊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原来你一直都是陛下派来主子身边的奸细。什么奸细？若是他傅九黎不是谋逆之心，一辈子忠心事主，我又怎会背叛他？你一直跟在主子身边，你难道不知道主子何时有谋逆之心了？分明是陛下容不下他。他若是没有谋逆之心，他当初进宫就该规规矩矩的净身，以一介男人之身做的宦官之首。你说他没有谋逆之心？主子他不知道。你瞧瞧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未必他傅九黎就是个蠢货啊，连自己是不是个男人都不知道。你污言秽语，以下犯上，我今日非带主子教训你不可。冷风也拔出了剑，两人身形碰撞，瞬间对上。两人本就实力不相上下，100余个回合后仍是未分出胜负来。你有空在这里跟我周旋，还不如趁着陛下还未想起你是傅九黎的人，赶紧离开。一旦陛下腾出手来，你必是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奉命保护6皇子安危，便是身死又有何惧？倒是你背叛主子，罪该万死！蠢货！他急着带黑甲卫去追击傅九黎，见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，眼神一灵，袖口瞬间射出一根银针。冷住眼同一缩，急忙躲开，却迟了一步，有3根银针没入了他的左胳膊。冷风，你卑鄙！冷风却根本不理他，眨眼间身形便消失在了宫墙外。城外，4匹雄健骏马拉着一辆马车急速奔跑着，尘土飞扬。数百名黑衣劲装的骑士骑着马围绕在马车前后，将马车严严实实地护在中间。马车内尽管铺了厚厚的地毡和软垫，窝在傅九黎怀里睡着的沈南星还是被这颠簸闹醒了。夫人，可是有哪里不舒服？沈南星目光一扫周围，立即挣扎着坐了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天亮就去辞官吗？如何就连夜？冷风叛变，陛下提前知道了我不是太监的事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，连累夫人受苦了。我无事，就是冷风他不是你的心腹吗？怎会忽然叛变呢？他叛变的原因还不清楚，但目前当务之急是先脱离陛下的追捕，抵达安全的地界。那我们现在还按原计划去南疆吗？冷风既然叛变，陛下定然已经知晓了我们的计划，说是还去南疆。不去南疆了，去西宁。可西宁因曾在北越丢了2皇子，对北越一直骚扰不断，说是我们去西宁。夫人，对不起，为父有一事瞒了你。什么？我就是西宁丢了的那个2皇子。那个，因为夫人，你跟西宁有仇，为父怕我迁怒你。你会吗？结结巴巴的声音里不难听出紧张。沈南星从未见过他如此模样，心里觉得好笑，便故意板着脸不说话。夫人，为父知道西宁那个叫姚章的将领伤过你，等为父回西宁之后，定给夫人报仇。沈南星还是不说话，也不看他。夫人。沈南星终于绷不住笑了出来。夫人，你不生我气了？战场相逢，堂堂正正，各为其主而已。姚章是个人物，也是个很好的对手，我还挺敬佩他的。不行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伤了我夫人，就该付出代价。沈南星无语，他与这醋罐子没法说。